月亮它其实会影响我们地球的潮汐，我们人体75%都是水，那如果月亮会影响的话，那其他的行星会不会呢？当水星逆行的时候，就表示水星的能量是以平常不一样的方式、不一样的方向去运作，而影响到我们在地球上面的万事万物，包括我们的3C 产品，或者是我们人自己的情绪或内分泌。好，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大家不要忘记按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哦。片头不是还没开始？片头还没开始吗？没事。既然骆师傅都讲了，我们就我已经迫不及待将错就错了。我讲完我就觉得我可以松一口气听你讲话。没有，好啦。好，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再来一次。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在2035，就是未来的台湾？我只觉得比较黑。它是台湾，不，没事，第一句就这样。众所期待的那个，大家都要，1、2、3。问一下骆师傅，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常常想说做一件事情，然后结果事情到最后跟你想象中的差很多？有啊。我们好像没有讲过摩羯座哈。对啊，因为好少讲那么 man 的电影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叫做《当男人恋爱的当男人恋爱时》。所以骆师傅看完了《燃烧》，不是，是到底想要看那部片？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以上就是我们2月14到2月20 12星座的每周周报的。对，2019年的电影哦，为什么到2021年才看呢？因为很好看。这一段在讲。你觉得，我真的忘记我要讲什么耶。真的。以上就是2月14到2月20的12星座每周周。好，再一次。你可能不是那种你可能不是蛇蝎，就是火凤凰。对，所以其实天蝎真的是一个很迷人的星座，12星座的求生手册，水逆求生指南。再来一次，稍微再来一次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它是英国片，不会想说它是哪里的电影吧？因为它的英文我普遍听得懂，所以我觉得它是美国电影。因为英国腔我听的就是耳朵会比较钝一点。因为我觉得女主角她的形象就是英国人嘛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她的场景什么，其实都很不美国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他们家更不美国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还有里面的笑话也很不美国啊。里面的笑话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爸妈很贱。因为他不是30岁了，都一直住在家里嘛。他爸妈就送了他一个生日礼物，送了一个旅行箱。OK， 我觉得像这种幽默，而且是暗喻，或者是那种用隐喻的方式去叫人家做事情的这种，是英国人才做得出来。就是用一种比较有格调的方式去。对，美国人就是叫着你，还有京都人也做得出来。对啊，就是叫你搬出去就搬出去啦，他不会用隐喻的啊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它是英国片的一些原因啦。而且美国酒吧哪有这样，脏死了。对啊。不是，我们先坐下来，你拍一张照。没，的话，我就按摩上也会有一个上势，挡到他们。等我一下哦，看一下。一年到底有几次？3到4次不一定，所以要看。然后而且每个宫位不一样。4、3、2。好，那要讲
冥王黑帝斯最有名的莫过于就是他的老婆怎么来的这件事情。冥王黑帝斯他的老婆是女神 Persephone， 那一开始他就是看到这个女神的美丽的姿容那个面貌之后呢，把她直接强掳到地狱他的家，然后把她强奸了，然后从此就变成他老婆。那然后呢，他的妈妈那个 Persephone 的那个妈妈非常的难过 ，Demeter 女神非常难过，也就是我们的谷神星，很难过，女儿被抓走，而且还被强奸了，而且还回不来身边，所以他就开始大哭，然后就哭到呢，他掌管的谷物全部都枯萎了，人间开始闹饥荒，于是宙斯就赶快来跟他的好兄弟黑帝斯打个商量，就说：拜托啊，你让我女儿。你让那个谷神星的女儿回到地面上吧，要不然人间都快没东西吃了。风象，去年都在水象，今年都在风象。风象是什么？风象双子啊，然后宝瓶双子，然后山坡，对啊，它有山坡水逆今年。以上就是2月14到2月20我们12星座的每周周报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